当查卢卡来到此地时，王虫群已经用生命消灭了年菌体，到处都只剩下空壳。这时，查卢卡发现有一群驯虫师把纳乌西卡的滑翔翼当做了战利品。他立即与驯虫师的负责人对话，希望他们不要打纳乌西卡的主意。驯虫师毫不在意，如今土鬼的生化战已经惹怒了森林，大地尽毁，国家覆没，哪里还有什么规则和法律？你们的帝国已经灭亡了。今天居住在福海中的11支部族的驯虫师全部都来到这里了，不是来抢夺的，而是来勘定新生的福海。我们要在这里筑巢，建成村子，繁衍子孙。话说不通，但齐克克又执着于要回纳乌西卡的滑翔翼，双方只好发生冲突。就在双拳难敌四手时，森林人的到来驱散了驯虫师。斯尔木通过念力感知到查卢卡和齐克克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立场，并表示要一起组队去寻找纳乌西卡。留下的森林人放话给驯虫师，让他们各支族的族长前来集合。新的森林即将诞生，他们要迎接这个全新的纪元。山丘上被征召的驯虫师族长围坐在一起，带着万分的敬意。森林人啊，我们应您之召，所有的部族都聚集来此了，赶快让最初的阳光照耀在苗床上吧，用欢悦的心情来迎接这最初的早晨，让孩子们也仔细看清楚，把这新的森林诞生时的景象一代又一代让子孙传颂下去。新福海的深处，查卢卡一行人终于发现了被王虫用浆液保护的纳乌西卡，而此时福海变成了一片绿色，新的森林诞生了。感受到日光的灌木植物茁壮成长，树木快速达到30公尺。王虫与年菌的对抗实则是新纪元的催化，它们所交互的地带已经完成了净化。斯尔木划破浆液，爆出里面的纳乌西卡，只是他依旧沉沦于悲伤之中，要不要醒来完全由他自己决定。驯虫师被王虫的浆液与纳乌西卡奇迹般生存所震撼，他们认为纳乌西卡就是森林本身，否则他不会被王虫强行续命。森林人，这个人是长成人的样子的森林，请一定要将他赐给我们，作为我们部族的守护神。说罢，驯虫师纷纷摘下面罩，并把浆液涂抹在脸上。新的呼吸方式让他们痴迷失控，对浆液和纳乌西卡狂热索取。见势不妙，斯尔木立即带大家乘坐飞狐飞离。尤巴被关押在放置席德拉的舱室。席德拉虽然听从皇兄的指令，但平时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发挥机能和服从管教。尤巴趁机袭击一名饲养员，试图逃走。这举动惊动了好不容易安抚好的席德拉。这些超级人造人突然暴起，展开无差别攻击，甚至相互吞食。尤巴趁乱逃离，来到舱外，看到了查卢卡的飞狐正拖拽着纳乌西卡的滑翔翼。皇兄对尤巴的离开并不在意，得到权力的他只热衷于毁灭。面对已经很糟糕的局面，皇兄决定进行大扫除计划，也就是清除所有人类的营地。他一直认为人类是没必要存在于这星球的生物，就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毫无意义，所以虚无才是人类应有的归宿。皇帝虽然身死，但魂魄却潜伏在皇兄身边，放不下对权力和黑暗的执念。忽然，魂魄感知到纳乌西卡就在不远处，于是他离开皇兄，又去找纳乌西卡的麻烦。沉睡的纳乌西卡没有防备，皇帝轻易地侵入他的内心。与此同时，对政变一无所知的土鬼东部军教区的舰队出现，查卢卡很开心，这样就可以救出更多的难民了。结果，皇兄突然下令向其发难，在击落一架战机后表示，如今土鬼大权尽在自己手中，若有不从者，一律处死。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查卢卡决定去见皇兄，劝说他不要再沉迷于争斗和权力，而是以天下苍生为本，勤政爱民。而就在距离纳乌西卡不远处，与尤巴分开的米特和克罗托瓦正在等待救援。克罗托瓦状态很差，米特为了让其补充一些体力，便去找水。这时，正孵蛋的古伊突然往一个方向奔走，克罗托瓦意识到这其中必有缘故，便骑了上去。果然，古伊带克罗托瓦来到纳乌西卡面前。他死了吗？瑟尔木没有回答，他面色凝重，正试图用念力进入纳乌西卡深沉迷失的梦中，把他带回来。纳乌西卡的梦里，皇帝的灵魂不请自来，要趁机吞噬失去力量和信念的他。瑟尔木感知到危险，不断高声呼唤，终于让纳乌西卡警醒。
纳乌西卡奋力挣脱皇帝，并开始慢慢地向前行进。没能得逞的皇帝知道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于是颓废地现出原形，一个丑陋的老人。见皇帝困苦不堪，纳乌西卡心生恻隐，你想要和我一起来，过来吧。就像孙女牵着爷爷一样，纳乌西卡带着皇帝一起在虚无的梦境中摸索。他们跟随大家的呼唤，来到一座府海前，瑟尔木就在那里等着他。我叫瑟尔木，这片森林其实是存在于你心中的森林，我来是希望能和你一同分享秘密的。纳乌西卡跟随瑟尔木向府海走去，森林中充满光亮，后路则是无尽的黑暗。他们骑乘当初纳乌西卡救下的小王虫，一路向前，然后进入洞穴。洞穴内石化后的树木变成沙，缓缓下落。瑟尔木握住纳乌西卡的手，告诉他随时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三人继续向前，穿过山洞，外面的世界阳光明媚，是府海终结之处，被净化后的完美自然境地。如此的美景也驱散了皇帝内心的恶念。他在得到纳乌西卡的允许后，奔向美好，得到了超度。见到如此作恶多端的人都可以被阳光自然感化，纳乌西卡重拾了为人类和生命奋斗的信念。还是再回到我们的世界吧。于是选择生的纳乌西卡终于从沉重的梦中醒来，瑟尔木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他告诉纳乌西卡，大海啸已经结束，他们要返回森林。你不跟我一起到森林里吗？我们是选择了与森林共生的一族，并且也知道府海的秘密，请和我一起生活吧。谢谢你，我好高兴。但是……听到但是这两个字，瑟尔木知道不必再强求了。毕竟纳乌西卡的回归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命运。辞别瑟尔木，纳乌西卡接纳了狂热崇拜他的驯虫师，从此女神也有了一群忠诚的粉丝。不一会儿，古伊的蛋孵化了，小鸟马循着妈妈的气息来到他身边，米特也相跟而来，大家总算团聚。多鲁美奇亚首都特拉斯，巫王正听着噩耗连连的报告，国家的腐烂，三皇子和库夏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土鬼的生化战，让巫王心烦意乱。这时双胞胎皇子返回，从他们洋溢着喜悦的脸上，巫王认定应该是有好消息了。父王，这次征战非常顺利，兵力才损失2/3。听闻巫王差点驾崩，他意识到关键时刻儿女都是靠不住的，于是决定重整战力，御驾亲征，向修瓦进发。至于双胞胎兄弟，巫王把他们派遣去国境，避免自己不在的时候篡位。纳乌西卡这边，他必须尽快动身去阻止战争，只有让世界恢复和平，人类才能换取回旋的余地。但临走前，他得处理好与粉丝的关系。纳乌西卡请驯虫师摘下面具，也请他们摘下偶像滤镜看待自己。我只是人类而已，不是女神，所以我们做朋友吧，我流着和你们一样温暖的血呢。驯虫师纷纷去摸纳乌西卡的手，在感受到温度和相同的触感后非常兴奋，和我们的女儿一样，我们和女神都是人类啊。以为放下个人崇拜的驯虫师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可没想到的是，不管纳乌西卡如何劝说，他们也绝不会抛弃女神，哪怕用跑的也要追随而去。至于克罗托瓦和米特，这二人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资格可以劝他不要冒险，只好默默地相随。纳乌西卡在空中呼唤查卢卡，并在齐克克的念力加持下感知到了他。在听闻纳乌西卡就要前来，查卢卡表示自己向皇兄劝谏，结果被视为大逆不道，并遭受酷刑折磨，如今正和一众被斩首肢解的僧人捆绑在一块巨石上。上台后的皇兄推翻皇帝所建立的一切，他毁佛灭道，让土鬼把宗教信仰转换为对他的个人崇拜，还把散播年军的罪行安在查卢卡身上。查卢卡向纳乌西卡告别，表示自己就要去见皇帝，到地狱与他为伴。可皇帝已经被我超度去天堂了。查卢卡不希望纳乌西卡舍身犯险，他大喊让皇兄赶快杀了自己。库夏娜及时出现，说查卢卡和僧会的和尚不该就这样被处死，他们是人力，是资源，是土鬼的知识阶级，是对土鬼有用的存在。库夏娜这么说只是想解救更多的生命，皇兄也没有心思分析这话的道理，但为了赢得未婚妻的芳心，他给予默许，而条件是就在这满是断臂残肢、腥臭无比的现场举办血色婚礼，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现场的民众也应景地向查卢卡丢石头，发泄着蒙昧的怒火。纳乌西卡顾不上许多，来到查卢卡这里，面对众多土鬼军民，齐克克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被神圣皇帝消灭的土鬼王族库尔巴尔卡家族最后一代。200年前，土鬼的统治者土王库尔巴尔卡氏因为腐朽残暴不得民心，最后被希望救人类的有志青年后来的神圣皇帝所推翻取代。土王家族虽然从此一蹶不振，但其成员的皇室血脉还是有些分量。只是还没等现场的民众有所反应，2架运送巨神兵的运输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纳乌西卡知道，巨神兵一旦落入皇兄的手中，以其乖戾变态的个性，说不定玩出什么花样来折磨这颗星球，所以他必须为自己创造机会，夺得主动。纳乌西卡让齐克克为他的念力加持，把巨神兵杀戮毁灭的画面灌输进在场军民的脑海中，那场面恐怖至极，巨神兵所到之处尸骸遍地，火光冲天，观影者无不心惊胆战。随后，纳乌西卡再给所有人展示他梦境中注定会到来的完美境地。查卢卡甚至流下泪水，看见了皇帝陛下所去的地方。纳乌西卡相信，正常人都会向往美好，那么听从自己放下争斗去铸就希望的明天，还是愚昧无脑地追随皇兄亲手酿成毁灭，这道选择题应该不难。眼看军民被纳乌西卡说服，皇兄下令开炮警示，随后派出席德拉，是要杀死这个蛊惑人心的少女。纳乌西卡眼疾手快，把齐克克交给查卢卡，然后登上飞行器惊险升空。几乎同一时间，米特驾驶炮艇及时前来增援。纳乌西卡下令攻击还未启动的幼年巨神兵，只是巨神兵虽是幼年，但依旧对人类的炮火物理免疫。米特只好引爆吊船让其坠落，希望造成伤害。就在战斗吃紧时，消失许久的阿斯贝鲁率领马尼族军民前来相助。抱歉，我来迟了，为了说服马尼族多花了点时间，这里就交给我们吧，你去巨神兵那里。说罢，阿斯贝鲁把密石丢给纳乌西卡，那是唯一可以启动巨神兵的钥匙。说话间，巨神兵破茧而出，而拥有密石的纳乌西卡刚好出现在他眼前。巨神兵顺理成章地把他的第一眼所见当作母亲。面对母亲遭受的威胁，巨神兵一个吐息便帮纳乌西卡清除，还重创了皇兄。你是在担心我吗？我没事呀，看这么有精神，乖孩子。刚刚才迸发惊人破坏力的巨神兵，在看到纳乌西卡的笑容后，便安心的像个婴孩，似乎在等待妈妈完成某种亲子的仪式。纳乌西卡福至心灵，拿出密石，霎时间身份验证成功，得到巨神兵确认：你果然是我的妈妈。皇兄拖着残躯回到库夏娜身边，还天真的以为回到了庇护所。可以库夏娜的个性和能力，这样的大好时机，他怎么可能放过？现在他已经占领了这艘飞船的大部分区域，再也不用受制他人。老公大人，你可是破烂的够彻底的。在永结盟约之前叛乱，这种事也只有我看中的女人做得出来。皇兄也知道自己的人造身体不堪大用，自嘲地接受这一切。我早就活腻了，不管干嘛都得照陵墓的主人说的去做，以后就交给那小女孩吧。皇兄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他是知道陵墓和古人类秘密的，知道进化程序一旦启动，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全都是陪衬，权力、战争、昆虫、王位，都是既定规则之下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此想来，倒不如任性的活着，不受道德制约，不按常理出牌，违背世间常理去行事，也就是常人眼中的变态。库夏娜不知道世界的真相，陵墓的主人那是什么人？你自己去修瓦看，不就晓得了。库夏娜懒得再和皇兄废话，直接拧下他的头，除掉了这个反人类的暴君。飞船的顶部，纳乌西卡在巨神兵的手里掌控着一切。年幼的巨神兵只有一个迫切的目标，为妈妈而战。只是得到不要攻击米特和库夏娜等友军的命令后，巨神兵的情绪开始失控。他是为战争杀戮而设计制造存在的，加上他的心智发育还未健全，导致没有目标的巨神兵茫然暴走，展开无差别攻击。眼看一发而不可收拾，纳乌西卡决定给自己的孩子一个目标，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教育他、改造他。目标就是去封住修瓦陵墓的门，彻底根除旧世界留下的隐患。
得到全新命令后，巨神兵安稳下来，然后背生光翼，开始扭曲空间。库夏娜丢给纳乌西卡象征权力地位的斗篷，表示他已经对皇位再无所谓，并视纳乌西卡为值得托付的战友，约定在修瓦相见。伴随着无与伦比的能势，巨神兵手握纳乌西卡，一飞冲天，直奔修瓦。以核聚变为能量的巨神兵拥有难以想象的速度，只是满负荷的运作会释放出超量的核辐射。纳乌西卡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原理，只称它为有毒的光。被光照射的纳乌西卡感到温暖，但身体却被侵蚀着。巨神兵处于幼年状态，机体未发育完全，加上刚出生就消耗巨大，它飞到一半便虚弱不堪，丧失行动能力，落在冰冷的山谷里，随即身体开始腐烂融化。纳乌西卡用慈母的口吻安慰巨神兵好好休息，但内心却不是这样想，毕竟这孩子根本是个怪物，一个没有教化、骨子里充满暴力的怪物。我其实是期待这孩子死亡的，却还要假装成他的母亲，用笑容鼓励他。如果他看穿了我的心，不知道会受多大的创伤。不过就眼前的状况，母子俩也只能相依为命地守在一起。不远处，双胞胎皇子的舰队因迷失方向，被迫停在冰冷的山上。出去找路的人员回来报告，发现附近竟然落着一台巨神兵。先前巫王让他们去往国境，但双胞胎不想就这样被边缘化，于是中途改道前往修瓦陵墓，美其名曰为巫王军队后援，实则想亲自解开陵墓的秘密，掌握主动。听闻巨神兵就在附近，两位皇子派遣了一支侦察小队来探虚实，结果被警惕的巨神兵用射线杀死。纳乌西卡大喊要他住手，被训斥的巨神兵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害怕的蜷缩在一起，比之前更加虚弱，连牙齿也开始脱落。纳乌西卡意识到巨神兵就是个孩童，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他需要被鼓励、被教育、被爱，才能重新振作，焕发出潜在的能力。于是纳乌西卡对其展开正面教育，你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善良孩子，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这样是不够的，必须也要明白力量的恐怖才行。如果只把全世界分成敌人和朋友，那么将会把一切都烧光的。你愿意在我身边保护，做一个优秀的人吗？被母亲洗脑的巨神兵突然感到自我升华，我要做一个优秀的、高尚的人。那么我要给你一个名字，我是风之谷族长基尔之女纳乌西卡，你是纳乌西卡的孩子，你就叫奥马。奥马意为无垢者，纳乌西卡希望通过该名字让巨神兵克服好战的本性，而走向充满光明的调停之路。奥马，好名字，带着光环的调停者及战士。重获存在意义的巨神兵在这一刻内心豁然开朗，他的机能开始恢复，心智飞速成长，他要达到尽可能的最佳状态去阻止战争。现在巨神兵又可以带着纳乌西卡飞行了。为了让自己受核辐射少些，也延缓巨神兵腐烂的速度，纳乌西卡拜托奥马飞低飞慢一点，以减少辐射的释放。我尽量试试。奥马的善解人意让纳乌西卡感叹，在世人眼中，巨神兵是只懂得毁灭的恶魔，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们是拥有超群智慧的人造生命体，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指引，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这时，双胞胎的飞船闻声而来，跟在后面。纳乌西卡立即让巨神兵逼落他们，他要与两位皇子面对面好好谈一谈。纳乌西卡希望他们率部队返回国土，因为皇兄已死，战争结束了。这星球还有人的土地已经几乎快没了，你们多卢美奇亚人已经拥有生活在这么宝贵土地上的幸运了，你们还想再奢望什么呢？你说的对，其实我们是很反对这次出征的，我们的兄妹都死在这战争中。库夏娜她还活着，这斗篷就是她给我的。见纳乌西卡与库夏娜已成为盟友，双胞胎决定以哥哥的身份好好招待一下因辐射虚弱不堪的纳乌西卡。事实上，纳乌西卡也需要休息和补充能量，他刚进入帐篷便晕了过去。见状，两位皇子立即吩咐手下为纳乌西卡提供温暖的房间以及营养的食物。只是二位的好心瞬间就被心智超群的奥马看透，他知道双胞胎的真正目的是要控制纳乌西卡，以此来控制自己。奥马那一丝诡异的微笑已然说明一切。休整过后，双胞胎的舰队开始向修瓦进发。飞行中，奥马始终与纳乌西卡保持联络。妈妈，你醒了没？请放心，
那2个人以为只要拿妈妈当人质，就可以自由地使唤我，但就暂时让他如此吧，因为现在是妈妈的身体最要紧。我现在在观察，究竟值不值得让那2个人活下去。奥马掌控着全局，只要2位皇子有任何越界的举动，他便立即送2位归西。米特这边，他们准备出发去追赶纳乌西卡的脚步。没有交通工具的驯虫师请求乘坐飞船一同前往。阿斯贝鲁表示，驯虫师或许能派上用场，同意他们的请求。只是飞船空间有限，驯虫师必须轻装上阵。驯虫师为了纳乌西卡也是拼了，他们杀死驯养许久、视为伙伴的尸虫，丢掉一切行李，然后登船出发。库夏娜掌控局面后，召集了所有的土鬼军民，宣布皇兄已死，战争结束了。但要想拯救世界，他必须要征用土鬼的飞船去往修瓦陵墓。只是把船借给多鲁美奇亚人这件事并未顺利通过，因为土鬼各部族的想法不同，有的已经放下仇恨，向往新生活，可有些人还是放不下心中的仇恨，于是部族之间激烈的争吵起来。克罗托瓦觉得，与其被动的等待结果，不如趁机将这些毫无凝聚力的土鬼一网打尽，以除后患。但库夏娜已经不再希望有战争出现，他驳回提议，耐心等待土鬼的结果。只可惜土鬼枉费了库夏娜的用意，他们商议的结果是有仇不报非君子，毕竟一切的一切都是多鲁美奇亚人发起的。马尼族派遣女人携带炸药进入船舱，并将其埋进谷物里，外面的士兵则埋伏在不远处，等炸药引爆便冲杀出去，一举拿下库夏娜的全部人马。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同为马尼族的贵家却无法认同同胞们的想法。他向尤巴告密，表示已经努力劝说过他们，只是种族间的憎恨如千年的冰川一样，不可能短时间融化消散。库夏娜也看出了对方的意图，但他并没有声张，因为此时他深感无奈，毕竟他们是挑起战争的一端，没有资格要求对方豁达。作为多鲁美奇亚人的他，只有接受这种两败俱伤的结局，默默地等待土鬼的进攻。我的道路布满血腥，已经无法挽回了。眼看船舱里的女人们一触即发，尤巴及时捅破了这场阴谋，让双方克制。突然，库夏娜的士兵感到气氛不对，冲了进来。一名妇女立即丢出手雷反击，没想到手雷被尤巴徒手接住，他用炸掉一条胳膊的代价，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巨大的痛苦惊醒了远处的纳乌西卡，他也感受到手臂的疼痛。而此时，迪多死去了。听到爆炸声的土鬼士兵准备进攻，克罗托瓦也早有准备，已经组织好了军士，就要先发制人与土鬼军厮杀。此时，厌恶战争的土鬼僧众和百姓们用血肉之躯拦在马尼族军队面前，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和平。只是怒火中烧的士兵已经失去理智，他们冲杀出去，直奔库夏娜。库夏娜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拔出宝剑准备迎战。就在短兵相接的瞬间，尤巴拦在库夏娜身前，替他挡下数刀。随后，马尼族上人的身影在尤巴身上浮现，他伤心地说道：“是我教你们这么做的吗？是我教你们要报仇的吗？”原来这是纳乌西卡联合齐克克通过念力，让上人的灵魂寄宿在尤巴身上，用他老人家的面子阻止这场本不应该的杀戮。这也是纳乌西卡能为老师做的最后一件事，让他壮烈的死有些意义。马尼族的军士见到敬仰的上人显圣，纷纷跪倒哭泣，放下刀枪。尤巴用自己的生命化解了一场危机，贵家和库夏娜守在他身边，无比悲伤。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尤巴对库夏娜说：“你的血已经洗掉了，现在你是纯净的，王道就要靠你来展开了。”一直以来，尤巴都在库夏娜身上看到纳乌西卡的影子，如今时机来到，他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话语可以让库夏娜得到救赎，把他的能量用在本该使用的地方。齐克克来到库夏娜身边，纳乌西卡说：“就把尤巴埋在这里。”他有告诉我库夏娜的事，说库夏娜是一只受伤很深的鸟，一只心胸宽大、拥有巨大双翼的善良的鸟。齐克克和库夏娜做朋友吧。此刻，库夏娜所经历的苦难，被逼无奈之下做出的罪行，在尤巴、齐克克、米特，特别是纳乌西卡的引导宽恕下，彻底得到释怀，他也就放下过去，重获新生。
得到休养的纳乌西卡恢复了许多，然后让奥马将他从飞船里接出来。眼看母子俩就要单飞，两位皇子心急如焚，表示要一起走。得到允许后，奥马将二人也从飞船里接了出来，对舰队发话：多鲁美奇亚的士兵们听着，两位皇子要跟我们一起去修瓦，你们已经没有再继续前进的理由了，马上掉头回家去吧，在自己的家里和平的生活下去吧。舰队犹豫，奥马一记土膝震慑，吓退了所有船只。现在的奥马可以和平和谈，也可以武力威慑，体现了他作为审判者的觉悟与能力。只是未发育完全的奥马肉身依旧在溶解，但他却没有告诉纳乌西卡，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担心。不知飞了多久，奥马发现地面有一棵不同凡响的大树，于是降落在这里，因为纳乌西卡要在这里埋葬迪多。纳乌西卡看着这棵大树，大概活了1000年以上。就在不解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超过1000年的树时，一位牧羊人走了过来。没错，纳乌西卡来到了古人类储存文学艺术和一切文明成果由超级 AI 牧羊人管理的庭院。纳乌西卡不想让巨神兵的辐射污染了这里，他一心想赶快离开这里，前往修瓦。只是奥马再次虚弱地倒了下去，而核辐射也对纳乌西卡3人造成了致命的影响，他们必须接受休养和治疗。牧羊人唤来士羊，托2位少爷先去休息，再亲自抱起纳乌西卡前往殿内。奥马知道牧羊人在救自己的妈妈，一个人乖乖的原地恢复。殿内，纳乌西卡享受了士羊提供的5星级服务，在沐浴更衣之后，洗去了所有疲倦和病态，容光焕发。士羊随即奉上美食，纳乌西卡与早就应该灭绝的小动物一起用餐，仿佛置身童话世界，美好的不可思议。然后他听到悦耳的乐声，循着来到一座辉煌的图书馆。2位皇子因阅览了大量的上古书籍，对人生拥有了全新的追求，那就是成为艺术家。这里避开了火之7日，而保存了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音乐记录。多么单纯而纯粹的组合啊！你看这和音，键盘由你来操作吧，弦乐和管乐的部分由我来，这乐器真是太了不起了。优雅久远的旋律瞬间把纳乌西卡带回了那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完美境界，只是瞬间，纳乌西卡就返回现实，那个世界再好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正欲离开，却被牧羊人阻拦。意识到不对后，纳乌西卡立即动身，辗转腾挪，摆脱士羊的围堵。在跳上房顶后，纳乌西卡竟然看到席德拉在一片田地里做着农活，院内还有大批墓碑，他们都是从福海来到这里后，勒布斯属没有离开的人。之所以勒布斯属，除了庭院的环境有如仙境，更要归功于牧羊人的蛊惑。即便牧羊人是古人类为看管庭院而造的人工智能，但具备智慧和情感的他，在长时间的看护中感到孤独无聊。所以从某一时段开始，牧羊人开始吸引人类进入庭院之中，千方百计让他们陪伴自己，直到死去。纳乌西卡看穿了这点，立即狂奔，想要回到奥马的身边。牧羊人身法诡异，忽地拦在他面前，化作其母亲的样子，试图通过展现纳乌西卡儿时感受的母爱留住他的心。纳乌西卡根本不吃这套，你的力量是动摇不了我的，我的性命是被你救回来的，但我并不想为了求得平安而成为你的奴隶。牧羊人不以为然，他表示即便一个人可以挣脱温柔乡的束缚，离开这里大展宏图，但外面的世界充斥着更多的欲望和虚伪。然后他缓缓道出神圣皇帝的故事。200年前，一个优秀的少年来到庭院，拜牧羊人为师，学习吸收宝贵的知识。学成后的少年带着很多席德拉不辞而别，只留下封信：我想要救人类。少年也凭借常人不及的优势和资源，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土鬼国的神圣皇帝。只是赤诚之心并没有持续多久，勤勉的神圣皇帝逐渐迷失在高位带来的偏执之中。在他眼里，世人都是愚昧的，一群在欲望面前如狼似虎的低级生物。于是神圣皇帝开始强权独裁，践踏民生，成为人们眼中的暴君。几十年后，皇帝接班，一开始他也想成为一代明君，让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可过了几十年便重蹈覆辙，甚至更糟。在牧羊人眼里，人类就是一直不放弃的重复一样的道路，所以离开又能怎样？倒不如在这围墙里无忧无虑地活着，就像决定留下来的2位皇子。
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所有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感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平安喜乐。你想要做的事，人类已经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了。纳乌西卡有点扛不住牧羊人的挽留攻势，他请求斯尔木的帮助。斯尔木也是有求必应，他通过念力闪现到纳乌西卡身边，帮他镇定，守住自己的初衷，并且独具慧眼的斯尔木一下就看清了牧羊人的身份，他是席德拉，是旧世界的人类所造的不死的看门狗。牧羊人表示，当狗有什么不好？当福海完成了他的任务时，你们就要一起灭亡。你应该知道人类的身体已经改变了的事情。为了适应污染的世界，不只是人类，草木和动物也都接受了改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这个院子里没受污染的大气是如此清甜而强烈。如果我没有对这少女的身体做过处理，她的肺早就喷出血来了。牧羊人说的是事实，福海人是无法在清洁干净的空气中生存的。他为了拥有伙伴，便私自对纳乌西卡以及2位皇子进行了改造，特别是双胞胎皇子，原本恶劣的本性被除去，成为一心追求文艺的单纯青年。而对于纳乌西卡来说，他因本就纯净善良的个性，导致人格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身体得到进化。纳乌西卡意识到牧羊人知晓世界的全部秘密，于是他停下脚步。被净化的世界虽然是我们的梦想，却无法在那儿生存。你说那是因为体质改变了的关系，那并不是自然产生的生物韧性，而是人类借自己的意志而改变的吧。听闻牧羊人不再有敌意，他的默许也让纳乌西卡彻底顿悟出这个世界的真相。火之7日后，当世界已无法从污染中恢复时，古人类启动了复活计划。他们创造了没有暴力因子的新人类，以胚胎的形式储存在陵墓之内，在制造福海、王虫等生态系统，净化大地。福海人则作为复活计划的工具，在经过1000年的进化后，必然退出历史舞台。而这期间，因陵墓内储藏的科技与知识，对福海人来说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每一次的开启都会造成生灵涂炭，屡试不爽。所以福海人要想继续生存，陵墓必须封印，那些召唤邪恶之人的技术必须彻底封存。纳乌西卡下定了决心，他立即就要去往陵墓，谁也无法挽留。牧羊人感到纳乌西卡的决心，不再阻拦，给予放行。纳乌西卡刚出庭院，就看到米特和驯虫师在寻找他，而此时巫王的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修瓦。意外的是，奥马竟然没有等他，而是拖着残躯，为了妈妈去往修瓦阻止战争。米特送给纳乌西卡自己的头巾，世阳则送来库夏娜的斗篷。大家的关怀让纳乌西卡备受感动，充满斗志。随后众人向修瓦进发。如今巫王已经攻取了修瓦，没有皇帝，皇兄和僧会的土鬼有如一盘散沙，不堪一击。僧众投降后，巫王下令用一切火力打开黑色的陵墓。在古人类科技加持下，陵墓的外壳坚不可摧，四周是很深的壕沟，只有一座窄桥可以通过。而陵墓大门的守护之眼对准窄桥，强大的火力让巫王的登桥军队损失惨重。这时奥马拖着残躯抵达陵墓，他一个吐息让巫王的军队停火。我视为一切争斗的调停者，我不允许再有战斗了。巫王表示，他不是来发动战争的，真正邪恶的存在位于陵墓之中，若是不把残留在其中的邪恶之辈叫出来，地上是不会有和平的。如果你是调停者的话，希望你能和陵墓里的人谈谈。老奸巨猾的巫王忽悠一个幼年的巨神兵手到擒来，他提及了和平2字，与纳乌西卡的期望一致，也符合奥马的行动原则。奥马手握巫王，来到陵墓前做最后通牒。没成想，陵墓出现一个十字形的缺口，射出高能射线，击中本就衰败的奥马。奥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立即给予反击。强烈的对波能势浩大，就连远处的纳乌西卡等人都要避险，而整个修瓦则被瞬间夷为平地。陵墓被打出裂缝，受到重创的奥马跌入壕沟。几秒钟前的千军万马，如今只剩巫王一人，因为在奥马手中，所以幸运地逃过一劫。零星的重伤者驾乘飞船试图逃命，但飞船刚起飞不久，他们便因伤势过重死去。巫王孤零零地站在陵墓前，一时恍惚，他猛然地发现小丑模样的弄臣竟然也活了下来。正想着接下来的对策，一群自称教团的人从陵墓的裂缝中缓缓走出，
他们表示要带巫王去见陵墓的主人。前面说过，教团是被陵墓的超级人工智能净化之神选中的服务人员。每当福海世界出现新的皇帝候选人，都要由教团的人将他们带进陵墓中进行考核。净化之神可以洞察人心，他需要找出一个又一个得到权力便会面目全非的当权者，并给他一定的科技加持，以此辅助，确保漫长的复活计划顺利进行。巫王和弄臣跟随教团进入，不久之后，阿斯贝鲁赶来，在陵墓闭合之前钻了进去。为了防止陵墓彻底关闭，米特打算用炮弹插进即将封闭愈合的缝隙，将它再次炸开。阿斯贝鲁如同在血肉中摸索，一路向下，在一个像胃一样恶心的生物组织中发现了席德拉的培养槽。很快，教团发现阿斯贝鲁的闯入，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战斗。可当不久之后纳乌西卡进入陵墓时，教团的人不但没有进攻，还对其非常恭敬，主动为其引路去见陵墓的主人。而巫王这边，他已经来到净化之神面前。古老而又神秘的净化之神外表非常朴实，一块刻满文字的肉球，这些文字从每个冬至到夏至就会长出一行新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关于世界的形成与生命的秘密，它们就是古人类每一项科技发明的秘籍代码。教团的人只要解读出其中一行，便可以获得无法想象的知识，并有甄别地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一代代新王。当文字布满肉球的时候，刚好是1000年，届时复活计划完成，世界迎来新的纪元，新人类便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古人类留下的所有科技。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巫王哪里看得出这里面的门道？他愤怒叫骂，这哪里是什么陵墓主人，明明是一团烂肉，然后抱起举枪射击，一时间杀死很多教团的人。刚好此时纳乌西卡赶到，阻止了巫王的暴行。现在2位新王的候选人都来到了最核心的地带，接下来就要看谁的表现更好，更能获得净化之神的赏识了。肉球射出强烈的光芒，一群古人类从光中现身。古人类直截了当，希望想当新王的人接受他们的安排，成为福海世界的代理人，还可以领取一定量的科技福利。我拒绝。纳乌西卡斩钉截铁地回应，你们只是影子而已。早已下定决心知晓古人类一切布局的纳乌西卡看穿了他们不过是全息影像，因为古人类早已不复存在。说罢，纳乌西卡扑向影子，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不说实话，不说出那个将污染的大地及生物改造的计划？你真的打算欺骗那些预定要灭亡的人吗？因为不管你提供多少知识和科技，为了世界的复活，还是需要奴隶的吧？就算我们的身体被人工改造过，我们的生命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借由生命之力而生存下去的，活的东西是会变的。王虫、年菌、草木、人类都是会改变的，我们也可以做到和福海共生，但你却不会变，一切都只有设定好了的预定而已。见纳乌西卡已然觉醒，净化之神不再故弄玄虚，他寄宿于弄臣之上，解释1000年来为什么要反复这样的操作，希望纳乌西卡理解接受。你能想象那个时代是一个如何的充斥着恨意和绝望的世界？有毒的大气，凶暴的太阳光，枯竭的大地，接连产生新的疾病，无穷无尽的死亡。说着，净化之神话锋一转，表示为了接下来的合作，他愿意给福海人提供改造的机会，也就是当新世界来临之后，这些炮灰依旧可以生存。但对于纳乌西卡来说，这个看似恩赐的提议却是个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即使福海人接受改造，拥有了生存的权利，但在官方指定及旧世界人民期待的正统血脉延续者新人类面前，他们必定低人一等。更重要的是，纳乌西卡认为生命要有自主选择的尊严，他宁可顺应天道，接受死亡的命运，也不会像小白鼠一样毫无尊严地被改来改去。因为相比于天道自然，强行靠科技扭转乾坤，根本就是自取灭亡的行为。古人类就是这样，他们拥有着予取予求的技术，任何事情都可以简单粗暴地解决，导致其精神世界愈发空虚，道德伦理底线一退再退，最后竟然妄图靠造神来弥补自身的过错，而不是彻底的反省。痛苦、悲剧或愚昧，即使是在清净的世界也无法消除掉，因为那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即使生活在困苦中，人类仍旧有快乐与光辉。
人类若是没有我，就会灭亡，你们是无法度过那一天的。这个是由这星球来决定的。听闻纳乌西卡的霸气回怼，巫王也被感染。纳乌西卡威武，本王给你点赞。两位候选人倒反天罡，让肉球恼羞成怒，他企图发射超致命光线杀死他们，并封闭陵墓的洞口。但肉球低估了纳乌西卡的影响力，他的伙伴们正在各显神通，助其扭转乾坤。米特炸开洞口，保全了逃生通道。斯尔木通过念力闪现，帮助纳乌西卡抵挡光线，并让他集中注意力，守住自己的意识，然后呼唤奥玛。奥玛听到妈妈的呼唤，用尽全部能量，在陵墓上破开一个洞，然后钻了进去。他顺着胚胎室一路爬进陵墓的中心，途中毁掉无数的新人类胚胎。肉球顿感撕心裂肺的痛楚，这些胚胎是他所守护的根本，旧世界人类复兴大计的希望，如今被残忍地扼杀在襁褓里。纳乌西卡也知道自己的双手沾满了罪恶，不管这些人的本质和立场如何，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也有本能的求生欲望。如今纳乌西卡为了自己所要守护的事物，将无计其数的生命杀死。我在为我自己所做的事颤抖，那些卵原本将会长成又温和又聪明，不像我们那么残暴的人类的。巫王表示，成大事者绝不能道德绑架自己，那些东西不能被称作人类。随后巨神兵抓住肉球的本体，在纳乌西卡的示意下将其捏爆，彻底毁灭了这位为旧世界信念理想而存在的神。霎时间，蓝色的和王虫一样的鲜血从陵墓中迸射，陵墓当即开始坍塌，所有新人类的胚胎都将死去。那些侍奉他们的教团竟甘愿陪葬，预言的一部分应验了。蓝衣人是为土鬼带来灾难的死神，他毁了人类的未来，是心地非常善良的孩子。此刻完成重要一击的奥玛已经无力回天。妈妈，我好想看清楚，可是我看不清楚。不过我很高兴，妈妈精神很好，我很在意，不知道我有没有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奥玛，你是我引以为傲的孩子，是个品格高尚、心地纯洁的勇敢战士。既然妈妈的评价这么高，奥玛也就不带遗憾地死去了。来不及悲伤，纳乌西卡一行人驾乘陵墓的胶囊飞行器，迅速逃离崩塌的陵墓。陵墓之外，库夏娜等一众人到来，他们见到这天崩地裂的场景，无不担心纳乌西卡和世界的命运。在见到纳乌西卡完好的冲出陵墓后，库夏娜大喜，转而又对纳乌西卡道歉：“对不起，尤巴为了救我而……不，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们都已经失去太多，不过一切都结束了。”说完，纳乌西卡把濒死的巫王带到库夏娜身边。原来面对肉球致命的射线，没有主角光环的他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巫王对库夏娜说，陵墓的光线似乎把我的心毒也给冲掉了。虽然你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儿，但我要把王位让给你。身为多鲁美奇亚正统的继承人，你要负责将疲惫的多鲁美奇亚重新建立。随着巫王的死，知道纳乌西卡亲手毁灭新世界和新人类的人，只有他自己和斯尔木。不过斯尔木是站在纳乌西卡一边的，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活下去吧，将一切交给这星球。所以纳乌西卡无需背负一人灭世的道德重压，他重整精神，面带微笑地对大家说，出发吧，无论是多痛苦。风之谷就在这略显悲伤的气氛中走向了大结局。纳乌西卡和库夏娜各自走出了自己的陵墓，各自从头收拾满目疮痍的世界，开始遵照内心的想法自由的生活。纳乌西卡留在土鬼的疆域，和土鬼人生活在一起。有一份年代记说，一直到齐克克成人后，他才第一次回到风之谷。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不久之后就去到森林人的身边了。回国的库夏娜被称为多鲁美奇亚中兴之祖，但他没有听从巫王的话，而是一生都只做摄政王，坚持不继任王位。从此多鲁美奇亚成为了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即便在不久的未来，随着进化程序愈发接近尾声，留给福海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但纳乌西卡依旧无悔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坚信真正的人类就该是包含善良与邪恶、纯洁与污秽的矛盾体。即便不完美，人类依然对爱、对生命有着强烈的向往，并竭尽所能、不择手段地存活、繁衍着。
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向着必然性与命运挑战，因为生命自会寻找出路。